苹果今天正式官宣了10月份来势迅猛发布会，这也是苹果在今年秋季的第2场发布会。那我也是很来势迅猛，我一下班就赶着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场发布会里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产品。那通常来说，在10月份的发布会，苹果一般都是发布和 Mac 系列相关的新机型。我们先看一下这场发布会的名字啊，来势迅猛，它的英文其实是 Scary Fast。翻的直白一些呢，就是快的吓人的意思。那能够让我想到快的吓人的，我想应该就是还没有发布的3纳米工艺的 M3 芯片了吧。除此之外，我暂时想不到苹果有什么快的吓人的新产品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发布的。那结合这个快的吓人的 M3 芯片，再加上苹果在10月份通常发布 Mac 系列的这个习惯，那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在这场发布会里面看到一些新的 Mac 机型的。那其实在最近啊，知名的苹果消息网站 Mac Rumors 是说同时的消息，两边的消息都有，然后各种可能性也都有。但是目前他们觉得在这场发布会里，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一个更新的24英寸 iMac， 因为这个机器现在目前仍在使用的是很老的 M1 芯片了。彭博社的马哥们是说，这场发布会他觉得我们并看不到一个 MacBook Air 的更新，但是13英寸、14英寸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很有可能都能看到。看到这3个机型，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可能要看到不同的 M3 系列芯片了，其中就要包括 M3 这个基础芯片，然后 M3 Pro 和 M3 Max 芯片了。那与此同时，其实郭明基也有着类似的预测。当然了，郭明基之前是说他觉得在2023年应该看不到苹果更新任何 MacBook Pro 了，因为他这么觉得的原因是觉得在03年第4季度发货上面有很大的限制，因为供应链的问题。如果苹果在这个时候再发布新的 MacBook Pro 的话，那这个问题可能要一直延续到明年的1月份才有所缓解了。但是郭明基又接着说了，由于之前 Mac 的升级用的是 M2 芯片，那 M2 芯片在性能上和前一代提升的确是有限，这也导致了其实苹果的 Mac 出货量并没有很好，是有下降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苹果在这个时候想要发布 M3 芯片的很大的一个原因了。那既然在这个时间点，郭明基和马哥们2个人同时都觉得我们有希望在今年这个10月31号的来势迅猛发布会上能看到14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那我觉得确实是有个很大的机会。因此在这个时间点，我也想说，如果你正准备购买 MacBook Pro 的话，可以再多等1个礼拜，说不定就能够买上最新芯片的机型了。那马哥们还提到了，这次苹果是不会更新 MacBook Air 的，刚刚我也说了。那除此之外 ，Mac Mini、Mac Studio 和 Mac Pro 应该也不会在这次得到更新。郭明基也是指出，如果这一次更新的 M3 系列的 MacBook 机型还是不能大量的提升 MacBook 的出货量的话，那么在2025年就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所有的 MacBook Pro 将会获得一个全新的更新，而且苹果可能也会因此考虑一个更加能够让消费者负担得起的 MacBook 机型。有没有可能以前的那款 MacBook 又要重出江湖了呢？尽管当年那款机型在售价上也不算便宜，但是放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话，说不定苹果有机会把它做到一个更加能让大众接受的价位上。那总结一下，也就是说，目前来看，我们在10月31号这场发布会上能看到的产品就是13、14、16英寸的 MacBook Pro， 分别会搭配 M3、M3 Pro 和 M3 Max 芯片。另外，24英寸的 iMac 也会获得 M3 芯片的更新。那如果你是正在等待 iPad Pro、iPad Air 或者 iPad Mini 的小伙伴的话，那可能在这次发布会上就稍微有点失望了，因为根据现在的消息啊，大部分人包括郭明基和哥们都是认为在今年 iPad 是不会获得更新了。但是谁知道呢？会不会在10月又来一场第3个秋季发布会也说不定。毕竟在1个月前，郭明基和哥们也不觉得10月份我们会有一场苹果的发布会。那如果是想购买 MacBook Pro 的小伙伴，那恭喜你，你就有机会买到最新芯片的机型了。那无论如何，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10月31号我们到底能够等到哪些新产品。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